日本就走上了一条极其激进的路子，就是把全体日本人民的这个棺材本啊，也就是规模高达 1.8万亿美元的这个政府养老金基金直接押上赌桌。这一次早苗啊提高日股的配置比例，就意味着日本的养老金有 50% 配置的都是国内外的股票，这可是风险资产呐！整个国家一半的养老命脉高度暴露在波动剧烈的权益市场里，风险敞口啊，稍一个波动就能赶上他们1年的 GDP 了。那为什么要这么冒险呢？因为过去那种靠卖国债啊稳赚不赔的时代结束了呀。换言之，西方的那个时代结束了，纯靠债务那点收益根本覆盖不了日本巨额的养老开支，于是就只能硬着头皮去股市里面博高收益。那这就带来了一个极其搞笑的逻辑闭环，既然把国运和养老金都压在了股市上，那就必须维持股市的高位运转。可是日本现在国内的经济基本面它根本也支撑不起这种市场啊！中东的战事是打了又打啊，日本的工业是死了又死，现在通胀起来了，日元贬值了，导致的进口成本飙升，普通家庭接近30%的收入都要拿去买食物，实际购买力一直在缩水。这个时候怎么吸引外资来接盘呢？怎么能让国际资本相信日本的资产还有配置的价值呢？通过制造事端。拜登当年是怎么把盟友对俄的战略焦虑拉满的？日本现在就是怎么在给自己加戏的。他必须得在西方的战略框架里面拼命的卡位，主动去充当那个遏制我国的马前卒。美国想搞印太战略，又不想自己下场卷入冲突，日本就心领神会，扮演起二线操盘手的角色，出钱出装备去武装菲律宾这种一线代理人，通过在南海兴风作浪，日本其实是在给西方资本讲一个地缘政治的故事。你看，我是西方文明世界在东亚的最前沿，我有极高的战略价值。本质上，日本现在是假借着股市的壳，行发战争债之实。我把我的本金全都押上了，必胜的态度，哪怕我的基本面再差，只要我干出点符合西方老爷们统战价值的名堂，全球资本就可以像当年的日俄战争、甲午战争和二战初期时一样，用战争债跟我共享胜利，用主动出击的地缘冒险去兑换经济和金融上的隐性背书，这笔账才是他们真正的底牌。在这个过程里，防务经济是日本现在急需的一剂强心针。它国内制造业现在空心化非常严重，就把希望都寄托在了军工产业上，希望军工转民用嘛。南海局势越紧张，它突破和平宪法，大幅增加防卫预算的理由就越充分。5年40万亿日元的扩军计划，这些天量的资金最终都流进了日本军工复合体。菲律宾简直就是他们最完美的倾销市场和试验场，从雷达到巡逻艇，几十上百亿日元的合同就这么签了。不仅如此，日本这一系列操作还有一个更深层的阴暗面，就是试图用政治手段去打断整个东亚区域经济的一体化。因为它加入不进来呀，于是就搅浑水。中国现在在经济体量上已经是它的 3.6 倍了，他们在高端产业链上的优势正在被快速的蚕食。既然正常的经济轨道竞争不过，那就去制造动荡，恶化区域投资环境，逼着资本和产业链搞所谓的去我们化，试图把产能再转到越南、菲律宾这些它能施加影响力的地方去，包括转移它回本土。那再说回菲律宾完美的诠释了什么叫做被卖了还帮人数钱。马克思政府现在面临着国内通胀、经济疲软和救灾的问题，不想着怎么解决，就想着靠炒作南海问题来转移视线，顺便要点美日的经济援助和投资。日本通过设立基金池搞基建贷款，早就把菲律宾的经济命脉捆得死死的。一旦上了他这辆战车，菲律宾其实也就丧失了自主权。为了点短期的援助把本国的旅游业、渔业和长期的区域合作全景全都搭进去了，这哪里是国家战略，这简直就是拿国印去给别人家的地缘 KPI 做众筹啊！纵观历史上的大国博弈和周期更迭，任何试图用外部地缘动荡来解决内部结构性危机的操作，最后无一例外都会反噬自身。日本现在的策略看似是一石多鸟，既转移了国内老百姓对物价和养老金的不满，又刺激了军工，还向美国交了投名状，但实际上它也是在猛踹自己家赖以生存的区域经济的底座。高度依赖外部市场的日本，它的能源生命线和贸易网都在这片海域。一旦这种人为制造的紧张局势失控，或者说这种持续的摩擦大幅拉高了整个区域的物流和供应链成本，最先受不了的肯定不是我们，而是自己脆弱的制造业基本面。更讽刺的是，当这些巨量的养老金和股市深度绑定的时候，
市场最怕的就是不确定性，而日本政府却在亲手的制造这种不确定性。实际上可以说，日本的战略冒险带着很强烈的刻舟求剑的色彩。当年成功过的，认为现在就能成功，殊不知当年的西方早已经不是今日的西方，这条路它绝对走不通，最终必然会葬身这条滚滚向前的历史巨轮之前。